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在生活中，喜欢吃煮玉米的朋友不在少数，特别是现在玉米大量上市了，但不少人都发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自己在家煮的玉米呢，远远没有街边卖的玉米那么好吃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外面卖的煮玉米多加了2样，煮玉米用清水煮是外行了，多加2味，玉米个个软糯香甜，真实用。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一下水煮玉米的做法和技巧，一起看看吧。煮玉米之前，很多人都喜欢把包裹玉米的叶子全部扔掉，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。煮玉米的时候呢，大家最好能够保留一点薄衣，这样做就能保存下一种谷物独有的清香，而且煮出来的玉米呢就会更加的软糯，和剥皮的玉米味道相差很大。因为玉米叶子都剥光了，煮出来的玉米呢水分特别大，口感也就非常差了。所以一会儿我们煮玉米时，这一步不要忘记了。剥好的玉米呢，我们将头尾这里切一下。先玉米的头部，也就是长出来的这些毛须，将枯黄的这一部分切掉一点。这部分呢容易生毛毛虫，切去一点就干净了，也更容易清洗了，并且去头去尾也不占空间，更容易放进锅里。在操作时，大家不要将玉米须全部拔下来扔掉哦。玉米须呢特别的有营养，要和玉米一起来煮，营养呢也可以被我们吸收掉。玉米须可是被中医称之为龙须的好东西，在夏天的时候呢用来煮水喝，也是一个解暑消肿的宝贝，对我们的身体呢非常的有好处。在我们当地还有老人特地收集嫩玉米须用来煮水喝呢。好了，处理好的玉米我们将其放到一个大盆里面，我们来清洗一下玉米。接下来再加入一些食用盐，跟着往里面呢加入没过玉米的清水，然后下手将食盐搅拌融化。食盐溶解之后呢，上面再扣上一个盘子压一压，然后将其浸泡10分钟左右。加入食盐来清洗，能够清洗得更加的干净彻底。因为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而且食盐的浸透能力很强。如果我们保留的这一部分须叶里面有小虫子的话，或者是脏东西的话，这样浸泡上几分钟呢，脏东西就全部跑出来了。浸泡时间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换水给它漂洗一下，继续给它冲洗一遍，这样玉米呢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。下面呢就可以开始正式煮玉米啦。将玉米放入锅中，然后呢我们往里边呢加入1勺食盐。俗话说得好，想要甜加点盐。老一辈的人煮玉米呢都知道要加少许盐，煮玉米的时候加盐了，就能够让玉米更加的好吃。一方面来说，这样可以让玉米的水分呢不被流失掉，玉米就会看起来更加的饱满，让玉米在煮熟之后呢能够水嫩水嫩的，不会因为煮的时间太长而流失水分，吃起来干巴巴的感觉。另一方面，淡淡的咸味呢可以凸显出玉米的清甜，让口感更棒，最大程度的激发出玉米本身的甜味。但是在放盐的时候，只需要加1小勺呢就可以了，太多的话就会适得其反了。跟着我们再拿出家里面的小苏打，再往里边呢加入1勺小苏打，尤其是在煮糯玉米的时候，加点小苏打呢能够让玉米更加软糯。此外，懂点营养知识的人呢都知道，玉米中呢含有一种叫尼克酸的营养成分，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维生素 B3， 只有经过碱性溶液处理才能够释放出来，所以加点小苏打也能够让玉米吃起来更营养，这样呢也便于人体更好的吸收。现在再往锅里面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一定要用冷水哦，这样玉米随着水温的升高呢，玉米的香味就会慢慢的散发出来，煮出来呢就会更香。如果水开放入玉米的话，玉米内的淀粉啊、预热就会瞬间凝固，
这样煮熟的玉米就又老又硬，再鲜嫩的玉米煮出来呢也都不好吃了。好了，现在开大火把它煮开，然后呢转中火煮上10分钟左右，玉米呢就熟了。玉米不要煮的时间太长，这样营养会流失，而且呢口感会变硬。时间到了之后呢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一股香甜香甜的味道瞬间就扑鼻而来，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玉米香味了。玉米煮熟以后呢，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，不要去放在锅里面继续浸泡，不然呢会使玉米的营养流失，口感呢也会受到影响的。用这个方法煮出来的玉米，色泽光亮，香甜软糯，营养又好吃。现在正是吃玉米的季节，喜欢吃玉米的朋友赶紧买一些玉米回家煮给家人吃吧。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点，买玉米呢也要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玉米。如果你想吃甜甜的玉米，但你买的却是糯玉米，那你无论如何也煮不出很甜的味道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想吃软糯的玉米，但你买的是甜玉米，那你怎样也无法将其煮得非常软糯。所以在购买时一定要先挑选适合自己和家人的哦。买回来之后，大家只要按照上述的方法来煮玉米，不管什么品种的玉米，保证大家煮出来的玉米呢，可以和外面卖的一样好吃。真的是太香了，一口一个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相信大家每次在煮玉米的时候，一煮就是一大锅吧，因为总感觉煮少了浪费煤气不划算，干脆一次性多煮一些。但如果煮了一时吃不完的话，直接这样放着，第二天吃就没有味道了。所以在这里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个保鲜熟玉米的小妙招。我们准备一些保鲜膜平铺在桌面上，然后将玉米用保鲜膜一个一个的包裹起来，包裹严实一些，用手挤压出里边的空气，使玉米完全处于一个密封的状态。用保鲜膜包裹不仅可以隔绝空气，防止水分流失，也可以避免玉米沾染细菌和杂质。将玉米完全的密封保存起来，然后呢放进冰箱冷藏即可。这样就能使玉米在冷冻时不会有水分流失，也不会有异味进入到玉米中。下次吃的时候呢，隔水蒸几分钟呢就可以开吃了。煮也行，做早餐或者是中午加餐呢都非常的不错，简单又省时间，放小半年也新鲜如初，像刚煮的，煮出来依然原汁原味，口感上呢基本没有差别。当然，煮玉米的水也可以喝，不要倒掉，它不仅保留了玉米的香甜味，而且呢还有一定的营养保健价值。带着玉米和玉米须来烹煮的话，不仅保留了谷物的清香，而且营养呢也非常的丰富。好了，今天分享的煮玉米的小妙招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收藏起来在家试一下。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视频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哦。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精彩内容，点击我的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。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